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前两期我们聊到了买美债和美债 ETF，在美联储降息之后呢，都有不错的获利机会。当然，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风险。然后我们也讨论了怎么在高位卖出。那我们这里提到的美债和美债的 ETF 都是指长期的美债，因为它的获利空间会比较大一点。那我们说到长期美债 ETF 的时候，我一般会用 TLT 来举例，因为这个大家最熟悉。但是呢，美债 ETF 不止 TLT 这一个，还有非常多的选择。这期视频呢，我先和大家说一下怎么来挑好的 ETF， 其中呢有几个比较有用的指标，再和大家介绍几只各方面都不错的 ETF。当然它偏重点会有不同，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呢，可以以此做个参考。我这边呢还是以 Fidelity 作为举例，那大家也可以用自己的券商差不多的操作。首先你到它提供的产品里面找到 ETF 这个选项，然后点进去。进去了之后呢，找到固定收入的投资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可以找到美国政府的，那就是跟美国国债相关的 ETF。然后这边就列出来了，至少是 Fidelity 它提供的一些跟美债相关的 ETF， 一共有62个。看第一个就是 TLT， 说明它真的很有名。那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些基本的信息。那这个 ETF 呢，它有各种各样的，有长期国债的，然后也有中期的、短期的。那这边呢，我们是选择长期国债，而不是中期或短期的。短期国债的话，它一般就是你得到一个利息收入，可以看到，我们看 performance 这边吧，给大家就是说解释一下，短期国债的话，你看它最近一年的它的收益基本上是在5%左右，因为美联储目前的基准利率呢，就是在5.33，然后一路升上来，差不多今年整年的国债的收益也就在5%左右。那基本上短期国债的话，你的收益就是跟美国的基准利率相同的，那就是你买国债本身或者买短期国债 ETF 就差不多的收益。那如果说我们是想要从降息上获得价格上的收益呢，我们可以选择长期国债，就是在正边一块，然后里面当然有 TLT， 还有一些其他公司的产品。那如何挑选合适的 ETF 呢？首先必须要找大的。公司要大，你看大公司不管是哪个行业吧，实力都比较强。那买可乐，一般我们知道的就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，不太会去买一个没有听过名字的，比如说是乐乐可乐，也不敢喝，是不是？那金融行业呢，大的投行他们研发的金融产品呢，性能上会比较好一点，追踪性比较好，也有比较完整的管理机制。那信誉啊什么都不错，买的人多了，资产规模就上来了。资产规模决定你卖的时候能不能很快卖掉。你想，你卖的时候是能马上秒卖呢，还是要等个5分钟，价格跌了5%的时候再卖出去？那肯定选卖的比较快的。所以说，两个大的，一个是公司要大，一个是资产规模要大。通过这2点呢，你就可以筛掉一半的 ETF 了。像这种资产规模非常小的就不用考虑了。之后再考虑追踪目标，那追踪的指数不同呢，你的风险也不一样。比如说你跟踪科技股的指数，那它的收益肯定会比价值股的指数要高，但是跌起来也更狠一点，风险就更大了。那我们目前就是追踪长期美债的一个指数。最后才是看收益和费用。那我根据以上几点呢，给大家列出几个不错的长期国债 ETF， 大家可以看看哪个比较适合你。先来说个免责声明，本频道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观点和经验的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大家投资需谨慎。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家熟悉的 TLT， 它的历史比较长，资产规模呢也很大，有53个 billion。那它的公司呢是非常著名的贝莱德公司里面的安硕系列的产品，这个系列的产品有非常多大家熟悉的，比如说 IVV、IWM、IBIT。目前它的费用是0.15%，价钱不算高。那每年的股息呢，目前平均下来一年是3.86%，但是这个是一直变动的。追踪的误差给大家个参考，现在是11.58%，那追踪误差当然是越小越好。
TLT 主要持有的呢是20年期以上的美国国债，这就导致了它对利率的变化非常敏感。那一旦降息的话，它的价格波动会很大，这就比较适合等降息然后以此获利的投资者。那我们看它持有的成分当中，99%以上都是美国的国债，那其中长债的比例达到100%。看一下它的持仓，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长期国债，那分不同时间买入的会有不同的利率，那剩下来的钱呢，它有些就是以现金的形式放在那边了。第二个呢是先锋领航 Vanguard 旗下的 VGLT， 它的规模虽然没有 TLT 那么大，但是它也上 billion 了，是13个 billion，费用就低很多了，是0.04%，价格58，年股息的话差不多也是3.81%，追踪的误差要更小一点，是10.44%。VGLT 呢，它是持有10年期以上的美国国债 ETF。这呢使得它对价格的敏感度会低一些，没有 TLT 那么高，同时呢它的费用也是比较低的。那它现有的持仓呢99%以上全部都是美国的国债，那长债比例同时达到100%。接下来一个呢是道富环球的 ETF SPTL， 道富环球也是一家非常大的公司，它出过非常多的明星产品，比如说我之前介绍过的追踪标普500的 SPY， 还有呢就是追踪美股各个板块的，比如说是 XLE、XLF 等等，它的规模呢也有10个 billion 了，费用的话更低，0.03%，价格27，年股息的话也是差不多3.67%，追踪的误差是10.32%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具体持仓，其实它现在买了蛮多的高利率的国债，4.75的、4.625的都是在高位买进的。当然它也剩一些之前的国债，比如说是1.75的，应该是挺久以前买的，1.875，还有1.12的。那它剩下来钱呢，它不像之前2个 ETF， 就是现金放在那边，它还投到货币市场基金里面，能赚一点是一点。这支挺会过日子的 ETF 呢，它也是投资于10年期以上的美国国债，价格波动呢也是比 TLT 要低一点，那费用呢也是比较低。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主要持仓呢都是长期国债。最后介绍了一个呢是嘉信理财的 SCHQ， 这支它就比较小了，都没有到1个 billion， 是674 million 的。那我知道我们有些观众的话，他会用嘉信理财这个券商，那它的中文服务比较好，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放在这边了。那如果你们其他券商没有办法购买的话呢，也可以在嘉信理财购买这支 ETF， 它的费用也是挺低的，0.03%，价格目前33，那年股息呢是4.25%，追踪误差也比较小，10.26%。SCHQ 呢是嘉信理财的长期美国国债的 ETF， 它购买的100%都是长期的美国国债，目前的持仓呢都是10年期以上的国债。看完了这些基本的信息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价格表现。那以近1天的价格变动呢，是分别涨了0.7%左右。这些价格数据呢，我是在我录视频的当天，就是2024年7月26日更新过的，是最新的数据。那近4周的价格变动呢，是分别涨了1点多，13周的话，它涨幅是5点多。可以看到，美联储降息预期出台了之后呢，那国债的 ETF 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，其中涨得最多的呢是 TLT， 但是呢，其他3个大家看，其实价格相差并不是很大。那我们再看一下长期的数据，就不是很好看了。那今年的话呢，他们整体的跌幅是-5点多，那3年的跌幅呢是10%左右。这个时候又发现 TLT 的跌幅也是最厉害的。也就是 TLT 的话，它涨的呢会多一些，跌的呢也会相对于多一些。那希望价格变动不要那么敏锐的话呢，可以考虑其他3支 ETF。这边4个呢都是长期美债的 ETF。那再来说2个比较特别点的，一个呢是 EDV， 这个呢也是 Vanguard 发行的，它呢不是买 Treasury Bond 长期国债，它是买本息分离的美债。关于本息分离的美债，那我之前讲过美国国债8个品种的时候，当中有涉及这个内容。它的特点呢，就是它会比购买普通的长期国债的 ETF 价格波动更加大一些。
我们看一下它的持仓，在它目前81笔的持仓当中呢，有只是利息的国债，也有只是本金的国债。等一下，我再来比较其他的信息。那我们看下一个 TLTW， 这是有一位观众问的。那它呢，其实也是贝莱德旗下安硕集团的一个 ETF， 是长债的，但是它是在 TLT 的基础上增加了期权的策略。我们从持仓上面可以看到，它其实就是持有 TLT 这个 ETF， 再加上期权。那我们再用这两个跟 TLT 作为比较，从价格上面来看呢，短期之内涨幅比较多的是 EDV， 那跌幅比较多的呢也是 EDV， 所以本息分离的债券它的价格波动就是比较大一些。想要寻求刺激点的，可以选择这个产品。这是这两只 ETF 的基本信息，我把 TLT 拉过来给大家做个对比。那资产规模上面来说呢，都还行，也都上 billion 了。那个 TLTW 还没有上 billion，也接近了。那费用来说呢，带期权性质的 TLTW 会高一些，0.35%，但是它的股息非常高啊，16.84%。而且我们刚刚也看到，它的价格波动上其实并不是非常剧烈，其实基本上和 TLT 有持平的。那它加了期权保护之后呢，价格的波动反而是减少了。那从股息上面来看，这个 TLTW 还是挺吸引人的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几只美债 ETF， 有费用比较低的，也有股息比较高的，当然也有价格波动稍微剧烈一些的。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自己喜欢的 ETF， 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那我们在评论区讨论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